欢迎收看《神仙打架2》。大家好，我们现在已经在 NABA 念书第2年了。那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1年来在 NABA 所有的考试跟课程。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在考试的事情好像蛮受欢迎，就是有些人还是会被我们骗来。不，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学妹。我是因为看到他的 YouTube 频道才决定报的 Social Design。就是有学妹是因为看到我们这样子一个讯息，然后了解到社会设计是什么。那因为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关于考试的部分。然后我们这件事情主要是说，我们会从什么是社会设计开始讲，然后讲到说我们这2年的上课的内容，然后再加上说这1年内考试的，因为我们已经跳过1个学期了，然后有些考试也不值得啊，不是啦，有些课也就是也要值得讲啦。好，那我们现在先开始讲说，所谓到底什么是社会设计呢？到底什么是社会设计？你觉得什么是社会设计呢？什么是社会设计呢？什么是社会设计呢 ？I don't know。我们每位同学怎么说什么是社会设计呢 Why social design? Yeah. What is social design? I really don't know yet. What is social design? Social design is what you're doing right now. And designing for the community. I think it's about making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Again, what is the favorite course in NABA? Project management. And you? Environment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但其实社会设计包含很多范围嘛，就包括说像环境设计啊、社区设计，还有一些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处理关系啊 ，policies 啊。好瞎，其实这个很瞎。从纳巴的这个2年制的这个学科来讲，我觉得它也算是合理的啦。第2个学期我们有讲社会关系，就是国际关系、品牌设计、环境设计、生态学与经济设计等等等等。对，那这学期内还有加上一些管理课的部分，包括像是 PM 就所谓的专案管理，以及说 design 就是对设计管理。那我们会讲一下说这2个管理课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这是给我们看的，因为你们应该看不到。Project methodology 叫做企划的方法，对企划的一些具体的方式、呈现的方式表达。那其实就是比较有点像是基础设计的课程啦。然后第2个是所谓的设计史跟艺术史嘛，这是一定会有的。然后再加下来的是品牌设计，那品牌设计里面分为就是有 brand strategy， 就是品牌的一个策略，然后另外一个是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就是所谓的国际关系，神秘的课，神秘的课。设计一的话，里面有这个社区设计跟我们的这个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为什么这2个都放在一起？人文学与社会关系学。对。然后这2课也很有趣，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是环境设计跟经济，还有这个生态的学的关系。然后下第2年的课，我们会看到是有所谓的灯光设计。今年灯光设计我们做了一个呼吸的盆栽，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管理课是 DM 哈，就是设计管理，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艺术指导课，然后下一个就是 social lab。它是把我们所学的各种知识全部 apply 在一个课题里面，例如说我们要去搞一次策展，例如说我们要针对印度女性的一些课题卫生的问题去做一些延伸跟改善，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多重设计里面，然后包含公共政策，因为其实这个 policy 在意大利语里面，它其实有点像是政治跟政策，比如说像是居住正义啊，或者是说一些难民的一些议题。好了，那我们首先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 ecology and economy。我们是跟关于在米兰的叫 Isola Pepe 的地方合作。那这个部分之前有介绍过影片了，所以大家可以看这影片哦。这个老师真的非常的棒，关于就是他对于这个女性的议题，还有一些性别与城市之间的一些联系。对，然后在 Isola Pepe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它是在米兰的这个Garibaldi，就是所谓的富人区的下面一个净土，就像乌托邦这样。然后我们是4个人跟这个公民进行了一个交互的一个方式，然后进行了一个艺术节，为地球建造的。我们这里这个有个非常简单的手绘地图，我们从大门一开始，然后到 Island 带的第1个环节就是这个 Follow Me 的，根据你的手部活动去进行的一个感受这个自然的环境。然后其次是什么香味香料，通过嗅觉去判断。当人被掩埋了视觉以后，通过嗅觉、触觉去感受这个自然生态。对，以及最后就是我们说的 Applicativo to the Earth， 其实就是说感谢这个地球。对，然后这课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们其实在1个月内就完成了这个 festival。其实我觉得它非常的有效率，你有很 practical 的一个经验去进行这样子一个活动。例如说，几个不会意大利语的人在那边，一群意大利公民
去探讨这个东西要怎么运作。我这已经没有话讲，因为他们也听不懂英文，我们就只能说 We have a party, we have a party. We have the party. Follow me. Follow me. 然后我就说 Follow me， 是非要动作前进。自己对啊，让对方理解我们其实是要干什么。例如说像 Part 2，我们就把自己眼睛蒙起来，这样子去展示给他们看。但是幸运的是，就是我们老师有在旁边一直协助。对，但我觉得这个老师最好的地方是他不会让我们说，就是不让我们讲话，他让我们讲完之后，他再去协助翻，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练习跟当地居民沟通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这个课呢，我们给的评价是10分。因为我觉得目前来说，这门课也是最让我能够感觉到和社会设计这门东西是相关的。就是我们要去建构这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课程。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Environmental。那这个设计非常的有趣了，来你说说你觉得这个课如何？老师很棒。对，老师叫做 Stefan 哦，我觉得他有点类似在做都市计划这样子的一个它其实范畴，更加类似于建筑设计。那你记不记得我们前面2堂课的时候很可怕，是因为老师带我们去逛了学校附近所有的地方，然后当时我们就还傻傻的就是这样子随便这样看一看，然后大概走了好几个小时吧，就是我们4个人陪他走5个半小时，然后他就是你知道他还是就是规定说我们经过一条河流，然后他好像脚这样去跨那个河流，说1步2步去量这个河流的一个距离。他还让我们带了尺子去丈量这个区域跟那个区域之间的到底是有多少米。像有时候如果我们2个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很容易撞到旁边的脚踏车嘛？那你就觉得道路很小。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它道路不要变大呢？那我们这课有一部分就是在做这个练习这样子。对，例如说本身应该被人行道所占据的空间，为什么在他们时间的变化或者别的因素的催化下，它变成了停车场？或者说它变成了垃圾场，这它们的形成都是有原因的，而我们做的就是要去思考怎么样去改善它。那这个改善中是不是有个测量的方式？就是老师也介绍给我们。假设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这1个小时内或是你的10分钟内有多少的人怎么使用这个地方？比如说摩托车，或者是说汽车，或是婴儿车等等。这谁听得懂啊？需要真的去投入，把自己观察放在那个环境里面去观察，然后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挺有趣的，但很累，因为这门课要准备的内容非常的多。当时的每1周时间，其实我们就要交一个进度给他。那我们在刚刚讲说，我们去观察了学校附近周遭的环境之后呢，其实我们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秀这张地图，就是所谓的我们当时观察完之后，我们每一个人把你记得的一个地方地图拼凑起来，就大概是这样子的路线。然后呢，我们四个人要选择不同的设计的区域，对，也就是说，在刚刚的那个路线上面这一块的这个方格就是我所要去研究的方向，哪一段是河流，他们的电车、公交车、自行车的运行轨迹。大家要认真看这个，这是他的代表作。刚刚我们看到说，就是如果你要进行改善的话，可能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模拟的一遍，例如说你觉得这边很热，那你可能在这边多种棵树啊什么。所以我觉得环境设计课算是 NABA 里面非常非常重要跟一个你非常 practical 的一个课程。因为我们本身都不是设计背景的学生，对，我不是啊，反正，然后我们就还要自己去学的去画这种所谓的模型图。例如说像艾伦刚刚讲到的，就是这个人行道，它在修整的过程中，它跟汽车道之间的距离有多少？然后这边是运河，这边是建筑，那这一段的距离我们是要去实体进行测量。对，那当你觉得这个距离太小的话，你要怎么改善？就是你需要完成的一个课题。然后像是格瑞他做的 project 是说，他觉得某个地方非常的热，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类似一个帐篷的一个概念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巴塞罗那的那个特辑？然后其实就会有点像当时在巴塞罗那见到的一种设计。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上这个课，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观察跟细心。我们都不是住在欧洲人，可是我们去来这边观察。但你想想说，如果有一天你回国了之后，你要去做你家旁边的，比如说你都觉得为什么我家路灯都不亮，或者说这边好热，那是不是这就是一个观察的一个方式？然后或者是说为什么这边常常有人跌倒，那一定有它的原因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的眼睛打开，去思考说跟观察是
这个课题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关于我的这个环境设计的主题，是因为我是做了一个，就是我们发现米兰很多地方都是像是一个隧道的地方，比如说火车下面的隧道好像就是一个艺术的空间，像是一个剧场一样，所以我是用这个方式跟剧场去结合，做这样一个设计的一个展现。好，接下来我们快速讲一下说，就是我们在社会设计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课叫做社区设计。我们上次只讲了我们自己个人的考试 project， 其实在之前，在我们2个班合班以后，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个 Turner Bonova 的一个展览，也是关于社区设计的一个展览。那当时他做的是一个关于类似材料的一个展示，那他就把这样的部分放到展览里面，就是让观众可以有个体验，去看这些材料怎么样去应用，对，交互的过程。然后我的部分是在展览里面加入了一个设计飞机的一个概念，是因为说让观众可以突破这样子一个 barrier 一个障碍物，然后去了解这个社区这样子。好咯，接下来又来讲一下我们2个这学期的代表作，就是我们的灯光设计。当初你想到灯光设计这个课，你想到的是什么？帮你妈妈换电泡吗？物理学、化学等等的我很讨厌的理科课程。其实说说比赛灯光设计还蛮有趣的。除却第一节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在讲光谱，然后我整个人就傻眼，我说天哪！还有安培根，你知道我们2个从头到尾看那个谷歌电流，我们俩谷歌翻译想说这什么东西？直流电跟交流电。然后你知道我们班那些同学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东西很熟，他们每个人都，我想他们狂抄在抄什么东西？但是后来，当我们老师也发现，其实我们对于这东西不太有过多的了解之后，他就开始把灯光设计的着重点放在了用于灯光交互以及灯光怎么样运用在实际的设计里面。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呼吸盆栽。你能想象说植物会呼吸吗？那我们2个在思考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呈现一个植物呼吸的一个状态。我第一个想法是说，我想到的是光纤布，就是例如说像这个光纤的布料啊，它这种布料呢，其实就是有一种特殊的布料材质，然后在后面加上纤维丝以及灯，让它能让在这个布料上面显示具体的光线。我们一开始想法是，就是如果植物缺水的时候，它就会变色，就是说它会这个地方可能会变色，变成红色之类的。当你去做更多的研究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植物本身有光合作用嘛。但是植物的光合作用，我们人类的肉眼其实是看不出来的。我们有没有方法通过灯光的展示，去让我们肉眼本身看不到的内容，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转达出来？这个下面本身是在模拟植物完全缺水的情况下，因为缺水就会导致的红色。因为我们这里面是有感应器的，当我们把水倒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变成别的颜色。那其实我觉得说比较最大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去创造不同事情的连接。那我们这个计划的连接就是所谓的通过灯光去展示人类与植物当中不可见的关系。这是我们这次做的这个新的书。因为我们本身这一门课的成品更加接近于做一个产品设计的内容。既然做成了产品设计，那我们也必须包含用户手册以及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介绍跟材质的展示。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期末考当成是一个新品发表会，对，类似苹果的那个。对呀。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并不只是在考试，你是在创造一个体验。你要让你的教授有代入感。其实说在我们现在变13个人上课，那教授要听你半个小时的一个 presentation 会疯掉。那你要想办法让他你的每一段都有精彩的一个方法。考试它不仅仅是一个结果的实现，它更是你在制作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怎么样投入一些别出心裁的设计，让整个呈现是有趣的。就是你要当做你今天是要把这个东西卖给你的教授，那你要怎么卖？你要怎么样去吸引他？然后这个东西是我们今年的代表作喽。然后也推荐大家一家影音店啊，如果你是比较不擅长讲，就是像我们就是没办法讲意大利语的话，然后这叫 ink， 对，好，我把地址放在这边，大家可以去，就是中文也可以，英文也可以，意大利语也可以，对，然后帮你处理任何的疑难杂症。呀，Social Lab。Social Lab 这次我们主题是我们跟一个基金会叫做 Sacra Famiglia 合作。Sacra Famiglia 在这边。然后我们合作的这个 topic 的内容叫做 Non so Non so cosa sono， 就是 I don't know who I am，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where am 就是I，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I don't know what I am。 What the？ 那我们上完这课，我们是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这个基金会有做了一些展品。因为我们这次这门课的一个目的呢，其实是需要帮助这个基金会去促成一次展览。他们通过自己的手工，然后做出了一系列的成品。那么我们的作用呢，就是帮助他们去促成一次展览。我们俩是一组的，还有另外一个意大利女生。我们的作用是 creator， 也就是我们是展览的策划。那我们 creator 的工作大概是怎么样进行的呢？我们需要去制定这个整个 exhibition 的理念，决定理念之后，我们要进行选品。选品以后，我们要做一个对于各个产品的具体的 booklet 的 catalog writing， 也就是文本编辑。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展览的一个手册，因为我们一共选择了30项展品，对，那这30项展品它们的来源、它们的意义，以及我们怎么赋予想，它的意义，我们赋予它们的意义，我们给他们的 storytelling。像是有艺术家作为一团像垃圾一样的球，那你就把它定义为什么呢？ abandoned work， 一个被禁止的事情。就我们不是只是说描述这个东西，我们是要赋予这个东西一个意义。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当时做最后总结的时候的一个 presentation。那其实我们这一组能做的就是规划的过程。我们最后做了一本呢，是类似每个 object 都会有一个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缘由，以及在我们的理念里面，它应该被从属于哪一个族群里面。像是因为我们这次的策展是以标点符号作为一个展示的过程，例如说像这个是一个匹诺曹啊，它应该被归分于这个我们说的 question mark， 也就是问号的这个展品的里面。你觉得这课里面最困难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合作真的很痛苦。因为我们想要跟大家简介一下，就是我们 NAVA 就是我们是春季班嘛，然后我们第2年的课其实跟秋季班是一样的一个时程，所以我们原本是4个人，就是你们知道那4个人，我们的4个人，对，我们被并班并到了另外的9个女生的班里面。我们4个妖魔鬼怪跟那9妞妞，就是现在变成一个班了。他们其实人也很好，只是因为说我们是第一次合作，所以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其实你会发现，你在 social lab 里面，你要做成一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不难，难就难在你们要达成每个组之间的和谐，或者说大家一起通过大家的同意去得出一个结论，这件事情本身是最难的。因为在我们的训练里面，我们是看到结果往回推的，可是，在外国人训练，他们是很注重所谓的他们的脉络，要一步一步的跟他们一起去建构这个理念，不然他们会觉得说这什么东西看不懂。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偏差来源于亚洲人和欧洲人，也就是我们和外国人之间的一个我们对于世界感官的区别。他们是注重所有的故事脉络以及过程的人，但对于亚洲人来说，其实我们更加注重我们看到的是结果，就整个亚洲包，就整个亚洲都是啦。可是我觉得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课有一个麻烦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必须跟基金会合作。因为我们本身大家也知道，我们是英授课的课程，但基金会那边是纯意大利语交流，这就导致我们跟意大利语同学之间有一个信息差的鸿沟。这样子在合作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的痛苦。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跟学校反映，就是学校以后在 organize 这样子的课程中，应该会有参考我们这次的经验。但我觉得总而言之，就是不管怎样，就是我们可以跟不同的基金会合作，其实都是很棒的一个体验。很棒的体验。说句实话哈，我们也是希望他最后的这个策展能够顺利的搞出来。但是一个社展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预算跟一些学校的一些考量。我们其实所有东西都准备好，只要有场地跟预算，我们马上就可以把这展办出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沟通跟交互的一个过程嘛，因为毕竟我们也学过了 communication 一个交互的一个设计。那我们现在第2个学期面临到的课是 social lab 2，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我们现在蛮期待。对我比较麻烦，是因为比如说我们要怎么去跟印度的一个当地的一些妇女的一些卫生的议题去做一些连接。但是因为这个课程具体它要运作成怎么样，我们目前也还不知道。因为我们听到了要展览，我们是有点小害怕。他们的意思是要帮助当地的女性，教他们怎么样去使用卫生棉，因为当地要改善他们的卫生条件的问题。所以反正我们这部分就是之后再分享，因为我们等这个学期结束，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好了，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压轴，就是我们的 brand strategy。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跟米兰的一些地方有一些期望，但是 brand strategy 我们就是要去所谓的亚人梦撒，就是所谓的一个怎么说啊，就是米兰的另外一条运河啊。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米兰这个城市其实很小嘛。我们每次做的课题呢，你也会发现，怎么好像之前这个课题我们已经做过，但是因为他们都是
相关的，对，他们都是连接起来的。那像我们 brand strategy， 我们的老师叫 Fatura， 他其实是一个类似比较像是 marketing 的一个老师，然后他比较注重像是 Instagram 或什么之类的。他跟他先生还有一个他们有一个一起合作的区域的合作，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 Nolo， 也是米兰一个正在发展的区域。我们的老师就希望通过我们 social design 的学生的 input， 我们的努力能有可能的去呈现我们能把那个地方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经济的效益啊，或者说一些怎么样的改变，去创造我们说的品牌，去为这个 Nolo 的地区带来新的变化。但其实这个只是 final 的一个 plan， 但其实我们中间做了练习，包括说你要怎么样去经营你的 Instagram， 然后你要怎么样快速的方式去建立你自己个人的 identity。其实我觉得这个课就是 promotion 你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当下其实你会觉得有点难，但是其实你后来会发现，其实它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课，因为老师会创造不同的方式让你去练习嘛。你知道第一堂课结束之后，老师叫我过去说，他叫我去帮他，他说他怕他没有办法去跟邻居做个访问，然后我就很 confused。我当时做的课题是关于这边华人街的，然后当时还做了采访啊，以及做了一个小的模型。然后后来老师就发现，原来我不是一个那么害羞的人。其实我觉得这门课它真正的意义是在于帮助你，大家都觉得自己人生好像挺普通的、挺正常。其实你有很多人生中的闪光点是自己不曾发现过的。就像是我们一些同学，就他平常看起来很安静，可是他的 Instagram 上面会塑造一个不同的角色。每一个品牌的建议都是塑造你自己的角色，你要把自己想象你自己是一家公司，对，你要怎么把你自己卖掉？你要怎么样经营你自己一个公司的品牌？然后所以说这个品牌里面的内容还会包含设计管理。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接下来讲的设计管理。那我们今天讲的设计管理是会分成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 project management， 一个是 design management， 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从 project management 开始讲起吧。project management 其实它更像是作为一个课题的发行人，我们需要成为自己这个课题的管理者。在成为 project manager 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进行用怎么样的方法测量，或者说去推进我们这个课题。好，我不想讲了，这课我们分数很低。我个人觉得的话，就是这门课的作用真的只是在于更好的管理你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种课的感觉就是说，假如有一天我们必须跟公司进行一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跟别人用一个商业的方式去沟通？其实比较多的商业的一个 model 跟所谓的一些方式的话，其实在那个第三班的那门课里面，因为这门课的话就会涉及到，例如说 business model 啊，例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什么9 elements 的那个9宫格的那个 business model， 还有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双算模型。我们这课有趣是，我们还老师叫我们练习跟一个当地的一个企业叫做巴巴口一起来，然后巴巴口它有点像是就是一个蔬菜的订阅，就是它一个蔬菜箱，然后会送到你家这样子。在亚洲这种东西比较少见了，因为亚洲的环境下，我们对于蔬菜，我们的那个运输系统很，我们的运输很方便，但是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个是觉得但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我们可以跟一个真实的一个企业和一个提案。然后我们当时这门课结课以后呢，我们还能得到他们的这个水果跟他们的蔬菜。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巴巴口。对，蛮有趣的一个 project。但是这门课总的就是说，假设如果大家让我们去测量一下，就这几门课的一个考试的模式的话，我们是觉得挺无聊的。努力了，但是其实成绩也没有很差。对，就假如说你叫我们真的去执行 project， 我觉得可以。可是你叫我们去背，就是你叫我们去讲这些事情的话，有点难。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会看到这么多课，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每个课都表现很好。因为我觉得是学校会安排这样课，是因为让你知道说，原来有这个工作叫做 project management， 你可能需要跟这样子的人工作。那这些人你可能需要怎么样去面对他们，怎么跟他们沟通，因为你可能是这个专案里面的一员这样子。那你觉得就是在 NABA 念书的好处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开玩笑。我是觉得，对于本科，如果是刚刚大学本科就出来就业的同学，然后来 NABA 选择 NABA 的话，NABA 其实是给你很多的这种职业的平台。就是你会比较知道说，就是你需要什么，跟你想要什么的养分。因为我们两个是属于我们俩对目标，对我们有工作经验，所以说其实我对于自己未来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还是算比较明确的。就是虽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做什么医生什么鬼，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大
大概会往哪个方向去前对，进？我们有想要去做的方向。未来我可能想去做一个像 social platform 的那种东西的一个 designer。像 Ivan 的话，他就是一个 studio 之类的。对，应该是会去那种他自己有偏好的 studio 里面去进行更深的拓展啊，或者说更深的学习。但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的整合性的一些设计的一个领域嘛。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地方是学校位置很好。很内卷哦，大家都很累卷死了。意大利人，我没有想到意大利的大学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卷很多。台湾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内卷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内部竞争，就是那天我们考试，我们可以考，然后我们出来就一直被逼问成绩，因为其实有时候艺术的评分是非常的很难量化，很主观，非常的主观。就除非老师有很明确告诉你说他要看什么，那你可能就心服口服。可有些是很主观的给分，你就很难嘛，这是一个过程啦。对，就是按照自己的心里面去出发就好。我们的抖音、我们的 B 站、我们的各种软件，拜托一定要，因为我们在卷里面很辛苦。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 Gloria 现在是英文老师，她现在也在教英文哦，所以大家要去关注的 Amazing Talker 的课程哦。谢谢，好了，拜拜。喜欢我的频道，可以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随时收到米兰最新的生活日记哦。